你看守世上仅有的书院数十年，却从未看过里面的任何书。平日不是追着小鸟到处跑，就是与院里的大柳树倾诉人生。这天，你刚准备提笔学画画，就听见门外一阵嘈杂声。快，今日又是咱们宗门收弟子的一天。是了，山中无岁月，你来到这个世界已经20年了。起初看着跟随而来的系统还挺高兴的，以为自己可以当龙傲天雄霸天下。结果这系统除了让你每天打卡签到、发放修为，就再也没有别的任务发布给你。这也导致你每天兴致缺缺，反正不修炼都有修为，又何必为难自己呢？现在难得宗门又有热闹，你便慢悠悠地前往书院门前。另一边，藏道书院，这里是南域公认的传道圣地，地位超然，不参与任何世俗纷争。此刻，书院山门前站着几十个通过考核的年轻人，一个个都昂首挺胸，激动地等待着被长老们挑选。今年的苗子不错啊，听说天元城4大家族的嫡系都来了。几个长老正相互交谈，忽然间，他们齐刷刷地看向了你走来的方向。他怎么出来了？有长老皱起了眉，旁边的执事们则一脸茫然，根本不认识你这号人物。一名资历老的长老眼神复杂地解释道：“他是草堂的人。”草堂这2个字一出，在场不少人脸色都变了。藏道书院明面上只有武院和文院，但草堂却是独立于2者之外的特殊存在。他不受书院管辖，却能享用书院所有资源，这事儿一直让很多人不满。但碍于院长的命令，谁也不敢多嘴。而你，陆长生，就是如今草堂唯一的主人。由于你平时宅得不行，基本不出门，很多人都快忘了草堂还有你这么1号人物。你走到长老们面前，笑着行了一礼。长生见过诸位长老。陆长生，你今天来做什么？往年招生可从没见过你。你轻松地摇了摇头，就是待着无聊，出来看个热闹，没打算收徒弟。各位长老不用管我。这话一出，长老们集体无语了。一名老成持重的长老恨铁不成钢地说道：“陆长生，传道授业本是我辈己任，你占着草堂的资源，为何不愿为草堂开枝散叶？”你一摊手，满脸真诚：“我自己修仙都修不明白，哪敢去耽误人家孩子？再说教徒弟多累啊，我一个人玩挺开心的，干嘛自找麻烦？”这番真心话差点把几个长老气得吹胡子瞪眼。就在他们还想苦口婆心地劝你时，你的脑海中那咸鱼了20多年的系统终于有了新动静。宿主触发任务，请前往天元城收徒。姓名：叶秋白，天赋 SSS 级，资质剑心通明，混元剑体，巅峰之姿。天哪！你眼睛瞬间亮了，二话不说，直接消失在原地，只留下一句话在空中回荡：“长老，我去天元城接徒弟了，你们继续。”留下一帮长老在风中凌乱。这家伙前脚刚说完教徒弟嫌累，后脚就火急火燎地跑去天元城收徒，信你个鬼！再说了，这儿一堆顶级天才你不挑，跑天元城干嘛？天元城的天才不都在这儿吗？天元城叶家祠堂前的高台上正在进行家族实力测试。下一个叶秋白，角落里一个抱着剑的青年默默起身，周围的目光有同情，有惋惜，但更多的是幸灾乐祸的嘲讽。谁都知道叶秋白曾经的天元城第一天才，误入剑圣境地后修为尽失，经脉受损，从云端跌落泥潭。高台上，叶家家主叶晴，也就是叶秋白的父亲，看着儿子落寞的背影，无奈地叹了口气。而在他身旁站着一个面容清冷的华服女子，眼神中没有丝毫波澜。叶秋白走到测试石前，抬头看了一眼那女子，曾经的青梅竹马早已形同陌路。自从他修为尽失，婚约便被当场撕毁。他收回目光，将手放在了通天石上，石头上只闪烁起一缕微弱的光芒。叶秋白，炼气3重，天赋下等。长老冰冷的声音响彻全场。果然是弱者，天才当久了，不甘心吧？非要上来丢人现眼。他以前得罪那么多人，以后没好日子过了。高台上的女子看到这个结果，似乎终于确认了什么，转身便要离开。叶秋白听着周围的嘲讽，惨然一笑。他知道叶家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了。突然，他像是想通了什么，对着高台上的父亲高声道：“父亲，我今日便离开叶家，独自游历，望父亲同意。与其留在这里受尽屈辱，不如出去闯一闯，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叶晴看着儿子坚定的眼神，最终只得沉痛地点了点头。叶秋白对着父亲深深一躬，转身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叶家。才出天元城，叶秋白就在一片密林中停下了脚步。他看着眼前出现的3个黑衣人，脸上毫无意外之色。跟了这么久，终于忍不住了。叶秋白，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为首的黑衣人冷笑：“就算重来一次，我还是会那么做。”叶秋白一边说，一边已悄然捏紧了袖中的一块玉佩，那是他最后的底牌。他只想知道是谁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让我消失。黑衣人嗤笑一声，一个将要落败的人，知道这些有意义吗？话音未落，为首那人长剑出鞘，凌厉的剑芒直劈叶秋白面门，显然是想一击制胜。就在叶秋白准备捏碎玉佩全力一搏时，一道青山人影鬼魅般出现在他身前。陆长生，终于赶到了！你只伸出一根手指，就轻描淡写地挡住了那致命一剑，剑芒在你指尖上如泥牛入海，瞬间消散。可不能让你们伤了他。你淡淡开口，他要是没了，我上哪找徒弟去？你是什么人？黑衣人大惊失色，急忙抽剑后退。你摇了摇头，懒得废话，指尖随意点出，噗噗，2个黑衣人眉心瞬间被能量击中，当场失去战力，仅剩的那个伏击者已经吓傻在原地。你回头看向叶秋白，笑道：“剩下一个，要不要亲自问问是谁想要针对你？”你早就探查到有人要伏击叶秋白，系统好不容易给的任务，怎么可能让这帮小喽啰给搅黄了？叶秋白回过神来，立刻抱拳：“劳烦前辈了。”你点了点头，手掌直接按在了最后那名黑衣人的天灵盖上。在他惊恐的眼神中，你直接动用了搜魂之术。片刻后，你松开手，那黑衣人已彻底失去意识。你看着叶秋白，平静地吐出了一个名字：江禅。轰！听到这个名字，叶秋白如遭雷击，整个人僵在原地。他想过无数个可能，却万万没想到要让他消失的，竟是那个曾经与他海誓山盟的青梅竹马。需要我帮你解决吗？你问。叶秋白眼神中的悲哀渐渐被一抹决然取代。他摇了摇头，不劳烦前辈，这件事我要自己来。你赞许地点了点头，这心性不错。叶秋白这才郑重问道：“前辈大恩。”秋白没齿难忘，不知前辈名讳。你看着他，微微一笑：“我名陆长生，来此是为收你为徒。”叶秋白闻言一愣，随即苦笑道：“前辈莫开玩笑了，我现在修为尽失，天赋不在，哪有资格做您的弟子？”你没再多说，只是伸出手指点在了他的眉心，开始探查他的身体状况。经脉中充斥了霸道剑气，根基受损，配合功法，丹药修复，便可
可破而后立，更胜往昔。系统还有这功能呢，那得配什么功法丹药？收叶秋白为徒后自动赠送。系统这算盘打得响，明摆着是先上车后买票。前辈，叶秋白见你半天没吭声，试探着唤了一声，你回过神，换上一副高深莫测的笑容。秋白，如果我说我能让你重回巅峰，甚至觉醒从未有过的顶级天赋，超越曾经的自己，你可愿跟我走？重回巅峰，超越以往。叶秋白原本死寂的眼神瞬间爆发出惊人的神采，他现在一无所有，这辈子唯一的念想就是证明自己和变强。眼前这位前辈深不可测，解决几个伏击者跟捏死蚂蚁一样，骗他这个弱者图什么？扑通，叶秋白毫不犹豫，双膝跪地，行了一个最重的拜师大礼。徒儿叶秋白拜见师尊。丁，恭喜宿主收徒成功，获得收徒大礼包，奖励极品圣器青云剑，奖励神级功法太初剑经，奖励圣级丹药造化丹。养成任务开启，3日内助徒弟重塑根基并感悟剑意。你心里直呼好家伙，出手就是圣器圣药。你托起叶秋白，满意地点点头。行了，既然入我门下，那便跟我回草堂吧。藏道书院招生现场，此时各院长老已经挑得差不多了，唯独一名红衣少女站在空地中央，像块万年不化的寒冰。我要加入草堂，这是他重复的第5遍。长老们一脸头疼，这新红衣天赋身份都是顶尖，可他偏偏看不上5院文院，非要进那个几10年没动静的草堂。就在这时，你带着叶秋白御剑归来，陆长生，你可算回来了。长老像见到救星一样指向少女，他说要进草堂，你扫了新红衣一眼，拒绝的那叫一个干脆，不去，我不收徒。说完，你领着叶秋白就要往里走，凭什么？新红衣咬牙不甘心，他背后的家族曾叮嘱过，草堂底蕴惊人，必须进去。你头也不回的丢下一句，我这人懒，怕耽误人家，你还是找别人吧。那他呢？新红衣指着叶秋白，他是我刚收的徒弟。全场寂静，长老们心里的槽点都快溢出来。你前脚刚说懒得收徒，后脚就带个徒弟回来，你这打脸速度是不是太快了点？新红衣死死盯着你们的背影，拳头攥得咯吱响。我会证明你拒绝我是个错误，而你压根没听见。收他，开玩笑，系统又没发任务，多养一张嘴多累啊。回到草堂，你随便指了指几间破旧的竹屋，自己挑一间，收拾好了过来拿东西。等叶秋白安置妥当，你大马金刀的坐在躺椅上，随手一挥，一柄隐隐透着道韵的长剑和一颗香气扑鼻的丹药浮在空中。这柄青云剑送你直入青云，这颗造化丹服下它，解决你身体的救急。叶秋白刚握住青云剑，手心猛地一颤，虽然剑未出鞘，但那股若有若无的恐怖剑意，竟让他体内的剑道感悟瞬间沸腾。别拔剑，现在的你接不住这把剑的瘾。你再次叮嘱，随后一指点向他的眉心，太初剑经的玄奥信息瞬间灌入他的脑海，以剑化丹田，以剑筑经脉，成就无上剑体。叶秋白整个人都听傻了，这种级别的功法他听都没听过。他不再废话，吞下丹药，直接在院子里盘膝坐下，开始疯狂运转功法。你进屋看了眼系统任务倒计时3日，要求金丹境界，领悟剑意，3天从0到金丹，还得悟剑意。你嘴角一抽，你这系统是想为难我啊？行，爷今天就让他看看什么叫丹药灌你。你反手祭出炼丹炉，炉火瞬间升腾，纯阳赤血丹、凝神丹、培元丹，一株株珍稀药草像大白菜一样往里丢。第一天，叶秋白周身灵气暴动，化作巨大的漩涡。你随手弹出几面阵旗，直接封锁草堂气息。阵起，轰！叶秋白的气息开始疯狂飙升，炼气3重、6重、9重，筑基巅峰。短短1天，他直接跨越2个大境界，差半步就入金丹。当他睁开眼，随手折枝起舞，太初剑经的剑技已初具雏形。叶秋白激动的双膝跪地，待徒儿了结心愿，定侍奉师尊左右。你却随手把一瓶丹药扔过去，像扔垃圾一样。行了，别煽情，这有一炉丹药，拿去当糖豆吃，2天内必须给我破金丹。悟剑意。叶秋白看着手里那一瓶足以让外界争得头破血流的顶级丹药，人都麻了。师尊管这叫一炉。第2天深夜，叶秋白盘坐在青石上，体内的剑啸声震耳欲聋。金丹成，但他还差最后一笔剑意，他百思不得其解。目光无意间落在你前2天随手画的那幅剑仙舞剑图上，这一看他便彻底吃了。你在屋里伸个懒腰走出来，见他悟到了关键时刻，随口吟了2句：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叶秋白浑身一震，剑气瞬间暴走。你紧接着又补了一刀：10步败一人，千里不留行。试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轰！一股冲天剑意自草堂拔地而起，直插云霄。刹那间，整个藏道书院都被这股凌厉的剑意惊醒。谁在突破剑意？5院剑堂内，新红衣猛然睁眼，看向草堂方向，眼中满是不敢置信。丁，养成任务圆满完成，获得奖励九幽黄泉大阵。剑道道则1000年修为。你感受着体内暴涨的力量，心满意足。但这九幽大阵是个好东西，就是缺了门阵基材料。赤木天金这玩意儿草堂没货啊，得去薅一把书院的羊毛了。你大摇大摆地闯进文院议事堂，院长秦天南正带着一帮长老开会，听说草堂收徒了。秦天南正一脸好奇，门咣当一声被你推开。院长都在呢，你大大咧咧地打个招呼。秦天南满脸黑线，陆长生，你不在家带徒弟，跑这儿干嘛？我想去趟藏宝库，整点赤木天金布置阵法。赤木天金，在座的长老差点跳起来，那可是战略物资，能随便给你？镇堂长老冷哼，你又不懂阵法，拿赤木天金不是糟蹋了？秦天南却摆了摆手，看着你狡黠一笑，长生，东西我可以给你，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你眉头一皱，发现事情并不简单。啥条件？要是让我带徒弟大比，那还是算了吧。秦天南嘿嘿一笑，聪明。3个月后的4域书院大比，你得带草堂出战。院长，那赤木天金就算是我们藏道书院也没多少。长老们都急了，这赤木天金可是稀缺货。秦天南没理他们，只是盯着你。你心里叹了口气，跑出去找这玩意儿也麻烦，只好点点头。院长请说。秦天南笑了，很简单，前些天你不是亲自去了一趟天元城收了位弟子吗？1个星期后，书院大比就开始了，我需要你的弟子参加。书院大比啊，我得问问他愿不愿意啊。你故意拖长了声音，眼睛瞟向那堆赤木天金。这赤木天金没事，他是我徒儿，我说1，他敢说2不成。秦天南，得嘞，徒儿啊，不是为师不仗义，是他给的实在太多了。任务搞定，你施施然回了草堂。叶秋白正在竹屋前练剑，剑气横生，剑芒四溢，那叫一个花哨。你撇撇嘴，剑气虚内敛，花里胡哨的有什么用？华而不实。叶秋白一
一听，立刻领悟，再次施展。这次剑招变得朴实无华，内蕴锋芒。夕阳西下，叶秋白收剑而立，你从屋里晃出来。师尊，叶秋白抱拳行礼。这些日子好好修炼，7天后书院大比，你去参加吧。书院大比，叶秋白眼中战意勃发。是，弟子明白。与此同时，天元城叶家大长老叶灵看着自己的儿子叶岩，满脸得意。言儿，你此次被藏道书院长老收为弟子，当好好表现，不可丢我叶家的脸。说着，还轻蔑地瞥了叶晴一眼。叶岩躬身笑道：“父亲放心，此次大比，我定要为叶家争光，把叶秋白那个弱者丢的面子全都挣回来。”叶晴脸色铁青，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叶灵哈哈大笑，拍着叶晴的肩膀：“家主啊，以后有我儿撑着，叶家年轻一代绝不会没落。”那语气分明是在踩叶晴。距离书院大比还有2天，叶秋白站在那幅剑仙舞剑图前，再次陷入顿悟，剑气自体内爆发，气息疯狂攀升，金丹境巅峰。他忍不住感慨：不愧是师尊，这话每次看都有新感悟。如果他知道这玩意儿是你随手画的，估计得吓哭。不过他也察觉到了瓶颈。这些天，叶秋白也了解了藏道书院的规矩，贡献点能换功法、宝物，而赚取贡献点，除了任务和贡献，最直接的就是去演舞台实战印证所学，顺便赚点贡献点。叶秋白提着一柄木剑，意气风发的下山了。来到登记处，老者头也不抬，名字堂口，修为压贡献点，草堂叶秋白，金丹境压100贡献点。草堂，老者抬头看了一眼，递给他一个手牌。11号，金丹境切磋开始了，直接过去吧。叶秋白抱拳谢过，进入演舞台。没多久，叫到11号，叶秋白轻身一跃，跳上擂台。对手是个肌肉虬结的大汉，浑身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感。武堂李贺对阵草堂叶秋白，金丹境倍率1倍。老者宣布，草堂那几10年没收徒的草堂，呵呵，听说又开始收人了，正好看看有什么能耐。李贺冷笑一声，草堂的弟子，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斤两。叶秋白没说话，只是亮出了木剑。废话什么，打就完了。半空中，秦天南带着几位长老也来了，看来你们都对长生那小子收的徒弟很好奇啊。秦天南笑呵呵，剑堂长老冷哼，如果他收的弟子不行，那就别再占用学院资源。武堂长老也附和，院长，学院里意见越来越大，你也压不住了。秦天南叹了口气，先看看再说。对阵开始，李贺双脚猛踏地面，如炮弹般冲出，一拳直轰叶秋白胸口。武堂弟子肉身强悍，李贺更是其中佼佼者。这一拳带着音爆，空气都被挤压的嘶鸣，观众骇然。李贺这拳头，金丹巅峰都难挡啊！这叶秋白还站着不动，估计被吓傻了。草堂不过如此。叶秋白脸色平静，确实肉身很强，但也就仅此而已。手中木剑轻挑，一剑刺出，一把木剑也想挡我一拳。李贺狂笑，拳头狠狠砸向木剑。预想中木剑碎裂的场景没有出现，反而他的拳头仿佛砸在了最锋利的宝剑上。噗！仅仅一瞬，木剑洞穿他的拳头。李贺脸色巨变，连连后退。剑堂长老眼神凝重，剑气内敛，这家伙对剑气的掌握好厉害。剑气内敛不难，但要收进木剑，那简直是天方夜谭。武堂长老脸色发黑，再看看，这点程度还不够。观众更是集体猛逼。叶秋白面无表情，如脱弦之箭般冲出，木剑挥舞，道道剑芒如同剑网，瞬间将李贺笼罩。李贺心知大义了，剑网切割空间，向他袭来。剑锋拂过，他强悍的肉身竟出现道道痕迹，不能被重创。李贺仰天怒吼，双臂石化，黑金之色蔓延，化作黑金拳套，那是巅峰宝器黑金拳套，还有撼山拳，李贺最强手段。他曾用这招越级击败金丹巅峰。叶秋白见状，眼中讶异一闪而过，这一拳确实威力不俗，若非太初剑精和丹药洗礼，自己恐怕真挡不住。但现在木剑在斩，剑气喷涌，剑网愈发凝实锋利，仿佛能破开虚空。拳剑相撞，金铁铿锵之声震耳欲聋，气浪狂涌，僵持只在一瞬，李贺的黑金拳套上便出现道道裂缝，咔嚓，拳套崩碎，石化的手臂也布满裂痕，金色的光点喷溅而出。李贺惨叫一声，倒飞出去，跌落演舞台外。获胜者草堂叶秋白。老者宣布结果，全场鸦雀无声。武堂名列前茅的李贺，竟然败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草堂弟子手中，而且叶秋白全程轻松写意，分明没有出全力。秦天南大笑，看来长生那小子眼光还是不错的嘛。文院长老也点头，此子天赋确实不凡。剑堂长老目光灼灼，盯着叶秋白，若有所思。老者走到叶秋白身边，神色奇异：叶秋白，你现在有200贡献点，还要继续挑战吗？输了可就没了。叶秋白毫不犹豫，继续。老者点头，念出下一个名字：镇堂秋明。秋明凝重地看着叶秋白，你的实力很强，但不知能否破我的阵法。他弹指间，道道阵旗飞出，瞬间布下一片七彩迷雾，将演舞台完全笼罩。这是秋明的七幻迷阵，陷入其中会经历7种幻境，出不来就会被困住。叶秋白岂不是惨了？镇堂长老哈哈大笑，秋明是我的亲传弟子，这下叶秋白很难了。剑堂长老却摇了摇头，修剑之人心境坚定，幻阵困不住，拭目以待。迷阵中，叶秋白眼前的第一个幻境，正是家族测试天赋那天。下一个，叶秋白周围尽是嘲讽的笑脸，刻薄的言语如潮水般涌来，但他心如止水，一掌按上通天石，瞬间剑气如虹，充斥整个幻境。咔嚓，第一个幻境破碎，紧接着第2、第3，直至第6个幻境，接连被他瞬间斩破。第7个幻境，一个小女孩跟在一个小男孩屁股后面，甜甜的叫着秋白哥哥。他们青梅竹马，男孩是天元城第一天才。画面一转，女孩长大，千娇百媚，男孩却天赋尽失。女孩拿着婚书，当面撕碎。剑堂之内，猩红衣得知叶秋白连胜的消息，狭长的凤目微眯，原来他就是草堂那个破例录取的弟子。他拎起长剑，周身灵气如火。既然陆长生选了你而拒了我，那我就在全书院面前证明。他的眼光烂透了。当日，猩红衣单剑闯上演舞台，实战实胜，剑下无一合之敌。他在台上长剑指天，声震全场。书院大比，我必亲手镇压叶秋白。一时间，全院哗然。另一边，武堂阴暗的院落里，叶岩死死盯着石桌，指甲几乎抠进肉里。不可能，叶秋白明明被废了根基，怎么可能几天功夫就重回巅峰？他的眼中闪过一抹阴影。如今叶家内部夺权正烈，要是让那帮老家伙知道叶秋白不仅没废，反而更妖孽了，那他爹大长老的位置还坐得稳吗？绝不能让他安然回家族。此时的
叶秋白正揣着演武台迎来的大把贡献点走进了武道阁，他略过那些在外界被视为珍宝的地阶功法，甚至连看都没看一眼，跟我师尊给的太初剑经比起来，这些地阶功法简直不堪一击啊！他心里对陆长生的崇拜又拔高了几个档次，随手拿出的功法都能吊打南域圣地，我这位师尊到底是什么段位的大神？此时正在草堂躺平晒太阳的你，冷不丁打了个喷嚏，哈欠，哪个家伙在背后编排我？叶秋白在武技区兜兜转转，最后被一本落灰的残卷吸引了。天魔九剑，太初剑经里的剑招威力太大，我现在用着太耗灵力，先拿这残卷过渡一下吧。他拿着残卷去登记，守阁长老眼皮都没抬，好心劝了一句，这玩意儿只有前3剑，后6剑连书院都没有，练了也是白练。你确定？叶秋白直拗点头，交了贡献点直接回山。草堂院子里，你正一边嘟囔着败家树、败家鸟，一边往柳树根底下埋灵土，顺手还给那只红毛鸟塞了几颗极品灵果。见叶秋白回来，你把铁锹一扔，把剩下的土埋了，再来见我。等他忙活完，你斜眼一瞅他手里的残卷，天魔九剑残次品，丁，检测到地阶剑法残卷，系统可自动修复改进。修复，你心里默念，下一秒，完整的9剑经要全部刻进你的脑子。你抬手一指点在叶秋白眉心，直接把全本灌了过去。随后，你随手捡起一根枯树枝，看好了，剑不是这么用的。你手腕一抖，看似轻飘飘的划出9剑，那一刻，叶秋白直接看呆了。你施展的天魔9剑，不仅补全了后6剑，甚至每一剑的衔接都浑然天成，魔气凛然却又透着股超脱的剑意，威力马马虎虎。凑合练吧，2天后大比，别让我失望。现在去煮饭，爷饿了。你丢下树枝，背着手回屋。叶秋白对着你的背影深深一躬，眼中满是狂热，随手修补顶级剑法。师尊真乃神人也。2天后，书院大比，演武广场人山人海，6座高台巍然屹立，院长秦天南亲自坐镇，你也被他强行拉到了长老席。你瘫在椅子上，满脸写着我想回家睡觉。秦天南没好气的白了你一眼，你徒弟出战，你这当师尊的就不能正经点？你打个哈欠，正经能当饭吃吗？就在这时，一道火红身影划破长空，重重落在中央高台。剑堂新红衣，叶秋白何在？上来受教。你一愣，秋白什么时候跟这姑娘结怨了？怎么火气这么大？一旁的剑堂长老脸都绿了。陆长生，是你当初拒了人家，他这是拿你徒弟撒气呢。你无辜摸摸鼻子，怪我了，我那是为了他好，跟着我这种懒人能有什么出息？高台上，叶秋白提着木剑缓步上台，新红衣柳眉倒数，用木剑，你看不起我？叶秋白淡然道，师尊有言，草木竹石皆可为剑，打你木剑足矣。长老席上的你，天呐，我有说过这么装的话吗？新红衣气炸了，他收起玄阶宝剑，换上一柄铁剑。好，我也不占你便宜，看招！他一剑挥出，漫天火焰剑气如火蛇狂舞，瞬间封锁了空间。叶秋白神色自若，木剑横扫，一股极度内敛却又霸道无比的黑色魔气瞬间爆开。那时天魔9剑下方的武堂顶尖天才霍庆明惊疑出声，在他身边，叶岩压低声音道：霍大哥，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小子，一会儿有机会，请务必帮我压制他。霍庆明摸着下巴冷笑，放心，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一个金丹境的小鬼翻不了天。台上双剑碰撞，新红衣原本以为火焰能瞬间焚毁木剑，可当2剑交锋，他才发现对方的魔气竟然在吞噬他的火焰，怎么可能？第1剑就这么强？叶秋白眼神一冷，气势在变，一股睥睨天下、魔威盖世的气息冲天而起。第2剑，剑堂长老惊得直接从椅子上蹦了起来。2天，他才练了2天啊！新红衣面色惨白，面对这一剑，他感觉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尊横压万古的大魔。他猛一咬牙，喷出一口本源精华，祭出玄阶宝剑，以本源祭剑，给我破！轰！火焰爆裂，火浪冲天。然而，在那霸道无匹的黑色魔剑面前，所有的挣扎都成了笑话。呼哧，黑色剑气横扫而过，火焰瞬间熄灭。新红衣惨叫一声，整个人如断线风筝般飞出高台，金光洒满长空。叶秋白收剑而立，气息丝毫不乱，承让，全场死寂。南域密族天骄竟然被一柄木剑2招秒败。新红衣倒在地上，惨笑一声，他输得心服口服，终于明白了陆长生为什么选叶秋白不选他，这就是差距。我输了，但下次我一定会赢回来。秦天南看怪物一样看着你，你这家伙教徒弟真有一套，心里乐开花了吧？你歪着脖子，叼着根草根，满脸惆怅，我乐什么？这家伙表现太扎眼了，万一明天有1万个人要来草堂拜师，我还怎么摸鱼？你暗暗磨牙。秋白这莽撞之人，回头得教教他什么叫低调。而此时，台下的叶岩脸色铁青，他虽然是子府境，比金丹巅峰的叶秋白高了一个大境界，可刚才叶秋白击败新红衣的那一剑，让他从脚底板凉到了天灵盖，这种压迫感，他明明没有全力出手，为什么我感觉自己会被秒败？叶岩的脸色扭曲，恐惧和嫉恨交织在一起。那个被废掉、被追击的像丧家之犬的堂弟，竟然踩着他的头顶，重新站上了云端。霍大哥，现在该你出手了。叶岩拽住霍庆明的袖子，声音都在发抖。霍庆明眉头一皱，推开叶岩的手，语气中带着几分不耐烦和鄙夷：急什么？既然欠了你爹的人情，这事儿我自会了结。他跳上高台，重重地砸在叶秋白面前。轰！武堂霍庆明，子府境中期，请赐教。全场惊呼，甚至连长老席上的武堂长老都觉得老脸一红。霍庆明这家伙以大欺小也就算了，他可是能击败子府巅峰的妖孽，打一个金丹期，这太不像话了。你躺在椅子上，懒洋洋的掀了掀眼皮。秦天南凑过来问长生，你徒弟这回悬了。霍庆明这家伙肉身成圣，硬得跟块铁疙瘩似的，要不我随时准备救人。你打个哈欠，急啥？还没打呢。台上，霍庆明沉声道：叶秋白，我欠人情债，得压制你的修为。赢了我告诉你雇主是谁；输了你就认命吧。叶秋白目见横沉，眼神一冷，想压制我，那得看你骨头够不够硬。话音未落，叶秋白抢先出手，木剑化作一道漆黑魔芒，裹挟着一股让众生臣服的霸道气息。天魔9剑，第1剑，霍庆明冷哼，双拳齐出，恐怖的气浪化作空暴，撞向剑锋，砰！气浪崩散，叶秋白借力暴退。霍庆明有些吃惊，好凌厉的剑气，金丹期居然能接我一拳不退，你确实有狂的资本，但这把木剑该碎了吧？叶秋白低头看了眼完好无损的木剑，开玩笑，这可是经过师尊剑意灌顶的木头，比神铁还硬。第2剑，叶秋白再次欺身而上，魔气暴涨1倍，霍庆明双臂交叉，皮肤泛起金铁之色，硬扛了这一剑。当火星4
次剑，霍庆明竟然被震退了整整5步。好强的威力！霍庆明终于收起了轻视，他的双臂在颤抖，那股魔气竟然想渗透进他的经脉。如果你只有这点本事，那就结束吧！霍庆明怒吼一声，身体陡然膨胀，整个人化作一座金色的铁塔。子府境中期的威压全开，压得台下弟子纷纷跪倒。这就是霍师兄的不灭金身，肉身媲美子府巅峰。叶岩在台下狰狞大笑：“倒下吧，叶秋白，给我倒下吧！”面对如小山般撞过来的霍庆明，叶秋白闭上了眼，他的脑海里闪过你随手画的那幅画，闪过你用树枝施展剑法时的那股云淡风轻。第3剑，那一瞬，整个广场的灵气仿佛被抽干，一柄接天连地的黑色魔剑虚影在叶秋白背后升起。天呐！剑堂长老直接惊得跳了起来。第3剑，这家伙才练了2天，居然修成了第3剑。擎天南和武堂长老也坐不住，灵力已经汇聚在指尖，随时准备救下霍庆明。斩！黑色剑气平平淡淡的落下，却划破了空间，发出了令人牙酸的撕裂声。霍庆明瞳孔缩成针尖，他感到了危机，他疯狂祭出压箱底的玄阶宝器——金色锁链，但在魔剑面前，这些锁链像面条一样根根崩碎。住手！武堂长老瞬间出现在场中，手掌猛地一拍，才勉强将那道余威未尽的魔气拍散。尽管如此，霍庆明双臂依然金光流淌，整个人瘫倒在地，全场死寂。金丹战子府，越级秒败。叶秋白脸色微白，收剑而立，看向霍庆明：“谁指使的？”霍庆明喘着粗气，服下一颗丹药，苦涩道：“叶岩。”叶秋白猛然转头，台下的叶岩见势不妙，早就一溜烟跑了。果然是他，家族出事了。叶秋白眼神深邃，大比结束。叶秋白毫无悬念地拿下了交流名额，还领到了清灵丹和破釜丹。他回到草堂，刚好撞见一堆长老围着你喷口水。长生啊，你就多收几个弟子吧，一个叶秋白就把咱们书院的名声打响了。你一脸生无可恋，没空还得修仙呢。再说秋白这纯属自学成才，跟我没啥关系。擎天南叹了口气，把装着赤木天金的那戒塞给你，东西给你，省着点用。交流赛记得让秋白准时参加，等长老们一走，你拿过赤木天金，看向叶秋白，要回叶家。叶秋白重重点头。叶岩想针对我，说明我父亲处境不妙，师尊，我得回去。你斜眼瞅他，天元城现在对你来说就是个死局。想好了，剑修不退。你满意的笑了笑，行，有点老子的风范，去吧，突破子府再走。另外，把这些带上。你随手扔给他几颗自己炼制的糖豆丹药和一叠护身符。叶秋白拿着那些极品丹药，心里再次吐槽，书院奖励的那2颗丹药远不如师尊所赐。叶秋白回屋冲刺子府境，你则拿着材料溜到了山崖边，你手里摆弄着雷击木、玄黄土和赤木天金，叹了口气，万事俱备，就差一瓶九幽灵泉当药引子了。旁边的柳树沙沙作响，这有啥难的？你都悟出剑之道则了，击穿空间，去九幽秘境借一桶不就完了？你一拍脑门，对哦，差点忘了这茬，稍微有点动静，这帮长老应该不会发现吧？你手起剑落，虚空瞬间裂开一条漆黑的缝隙，一股阴冷死寂的气息顿时弥漫了整个草堂。第2天，叶秋白的房间内爆发出一股锐不可当的气息。子府境城，他留下书信一封，提起木剑，头也不回地朝山下走去。与此同时，天元城江家曾与叶秋白有过婚约的江禅，此刻面若冰霜。他身旁一名身着华贵黄袍的男子柔声道：“禅儿，别想了，就算他恢复天赋又如何？跟我回落日狱主势力，他日我继任狱主，你便是狱主夫人。”江禅沉默地点了点头，任由男子牵起他的手，登上一艘巨大的浮空龙舟，龙舟腾空，消失在天际。他终究是选择了权势，舍弃了过去。九幽秘境，轮回之地，天空是永恒的灰暗，空气中漂浮着能侵蚀生机的浑浊死气。你站在一条昏黄色的河流前，河上架着一座石桥，无数虚幻的灵体正麻木地走。何人敢擅闯我九幽秘境？一声怒吼如惊雷炸响，6道散发着滔天死气的身影出现在半空，将你团团围住。生灵，报上名来，为何擅闯秘境禁地？为首的身影厉声质问。你掏了掏耳朵，朗声道：“别紧张，没啥大事，就是想跟贵府借点九幽灵泉用用。”放肆！6道身影勃然大怒，灵泉乃秘境之基，本源之本，岂容你这活人染指？你无奈地叹了口气，看来还是得用拳头讲道理。你提起木剑，一股凌厉无匹的剑意冲天而起。6道身影见状，如临大敌，瞬间祭出各自法宝，准备迎接你的雷霆一击。只听你义正辞严的喝道：“好了，别愣着了，你们一个一个上吧。”6道身影，你们不会想一起上吧？你痛心疾首地指着他们，你们好歹是秘境值守者，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太不讲规矩了。6名秘境使者的脸本来就黑，现在更是黑如锅底。可恶，你都打上门来抢我们镇府之宝了，还跟我们讲规矩，把我们当糊涂蛋耍呢？别跟他废话，拿下他，打入九幽炼狱，受地火煅烧万年。6道身影化作6道死光，携带着寂灭万物的威势朝你扑来。你摇了摇头，手中木剑对着前方轻轻一斩，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光效果，但是整个九幽秘境的空间却如同被重锤砸中的镜子，寸寸碎裂。九幽灵泉疯狂沸腾，石桥轰然崩塌。道则之力，是剑之道则，这方天地怎么可能有人悟出道则？6名秘境使者亡魂皆冒，本源狂喷，合力祭出一扇刻着恶鬼头像的古朴巨木罗生门。轰隆，那碎裂虚空的一剑结结实实地斩在了罗生门上。仅仅一瞬，被誉为秘境最强防御法宝的罗生门便发出了不堪重负的悲鸣，蛛网般的裂纹疯狂蔓延。6名使者齐齐喷出金光倒飞，气息萎靡到了极点。你收起木剑，皱眉道：“现在可以戒了吗？”6人挣扎着爬起，满脸苦涩：“阁下，不是我们不戒，这灵泉有灵，须得他亲自认可才行。再让你来几剑，这秘境就得重启了。”在你的友好要求下，他们只能将你带到一处偏殿，殿内一道虚幻的人影背对着你，他转过身，竟是一个面容阴柔的俊美青年。你的来意我已知晓，青年也就是灵泉之灵开口道：“九幽灵泉可以借你，但你需答应我一个条件，日后为这九幽秘境寻一位新的秘境之主。”你想了想，觉得这事不难，大不了以后把秋白那家伙踹过来当秘境之主。成交！青年挥手，奔腾的九幽灵泉汇聚成一颗龙眼大小的黄色宝珠，飞到你的面前。你拿到东西，转身便走，一剑破开空间，回到了草堂。在你离开的瞬间，灵泉对岸一道微不可察的红色灵体如闪电般跟了上去。草堂山崖，你将灵泉宝珠抛入阵眼，轰！宝珠炸开，
化作一条由9幽灵泉组成的黄色巨龙，盘绕在山峰之上，发出了震慑神魂的咆哮。上古第一杀阵成，一股无形的杀伐之气笼罩了整个草堂，柳树轻轻摇曳，将所有异象尽数遮掩。这是什么阵法？竟比本地当年的护国大阵还要强横百倍。一个清冷而又带着一丝惊异的女子声音在你身旁响起。你转过头，看着那个不知何时出现的女人，并不意外，她身穿红白相间的战袍，一头火红色长发高高竖起，英气逼人，面如朝霞映雪，一双灿若繁星的眼红中却带着一股与生俱来的睥睨天下的傲气。那是一种无形的帝王之威，仿佛能令万军臣服。你不是灵体吗？怎么凝出肉身了？你好奇地问。丁，检测到特殊人物信息载入中，姓名红衣，功法9转轮回经，已完成8转，资质轮回圣体，天生帝王气运 ，SSS 级天赋，身份云皇帝国开国女帝，第8世转生灵体。任务发布，请宿主收红鹰为徒。警告，此任务难度极高，奖励极其丰厚。开国女帝，难怪这么傲，这帝王之气对你倒是没什么用，反而让红鹰极为诧异，竟有人能无视他的地位。怎么样？你摸着下巴，开门见山，要不要拜我为师？什么？红鹰瞪大了美眸，随即嗤笑一声，让我拜你为师，你还不够格？你耸了耸肩，也不在意。不过红鹰环顾四周，感受着此地浓郁的道韵，在你这儿住一阵子，倒也不错。说罢，他竟自顾自地挑了间木屋，走了进去。此刻，天元城，当叶秋白一袭白衣，手持木剑走在大街上时，整个城市都轰动了。那不是叶家的叶秋白吗？他居然还敢回来，他不是被人追击的逃离天元城了吗？走，去叶家看看，今天有好戏看了。消息如风暴般席卷全城，江家家主江天寒闻讯，长叹一声，婵儿欠他的，传令下去，随我去叶家，无论如何要保他一命。而4大家族之一的仇家大少，大事不好了！一名家丁连滚带爬的闯入阁楼，被美女环绕的裘四五脸色一沉，什么是大惊小怪？说不出来个所以然。我让你去喂蛇。家丁颤抖着道。叶秋白回来了。裘四五猛地推开身旁的女人，下意识地捂住了胸口，那里有一道狰狞的剑疤，正是当年叶秋白所留。他眼中迸发出森然的杀机和快意，狞笑道：好得很，他终于赶回来了。传令下去，所有护卫集合，随我去叶家，今天我要亲手击败他。叶家大厅气氛压抑到了极点，叶灵父子如坐针毡。叶岩看着那个一袭白衣、毫发无损回来的叶秋白，双腿打颤。他很清楚自己在书院大比时找人针对叶秋白的事，叶秋白肯定知道了。叶晴扶起叶秋白，老泪纵横，却又满心担忧。秋白，你糊涂啊，你不该回来的。叶秋白平静一笑，声音传遍全场：父亲，我若不回来，这叶家岂不是要被某些心怀不轨的家伙给把持了？叶灵父子脸色惨白，正要虚伪辩解，门外突然传来了雷鸣般的马蹄声，仇家裘四五前来问候秋白兄。裘四五身披火红长袍，带着一身煞气跨入大厅，他胸口那道剑痕在隐隐作响，那是昔日被叶秋白支配的恐惧。如今他已入子府，而叶秋白在他眼里依然是个弱者。紧接着，江家家主江天寒也到了，他神色复杂，却不见江蝉。叶秋白冷冷扫过江天寒，心中的那个青梅竹马早已失去，如今活着的只有生死仇敌。裘四五狞笑着，长刀出鞘，叶晴，交出叶秋白，否则今日之后，天元城再无叶家。叶晴正要出手，叶秋白却按住了他的肩膀，独自走上前去。你想报仇，我就在这里。出手！江天寒忍不住开口。秋白，退下，留得青山在，别白白送命。叶秋白余光掠过他，心中了然，看来当年的追击，江天寒并不知情，但他没退，反而提起了那柄看起来有些寒碜的木剑，找打！裘四五暴喝一声，子府境中期的威压横扫全场，长刀如惊雷般劈向叶秋白的脑袋。这一刀，他要连人带木剑劈成2半。叶晴目眦欲裂，却被仇家的高手死死拦住。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叶秋白必败无疑时，叶秋白动了，没有惊天动地的气势，只有平平淡淡的一刺，刺啦！木剑后发先至，竟然像穿透豆腐一样，直接贯穿了裘四五那柄玄铁长刀，顺势扎进了他的喉咙。金色的液体如泉涌，裘四五双眼暴突，死死抓着木剑，却发不出一丝声音。他到落败都不明白，为什么一柄烂木头能破开他的神兵，能击败他的子府金身。全场死寂，一招秒败子府中期。叶秋白随手抽回木剑，上面低沉不沾。父亲，我恢复了。他对着叶晴微微点头。消息如瘟一般瞬间引爆天元城。昔日天骄，王者归来。叶灵瘫倒在椅子上，浑身冰凉。他原本想趁着叶秋白被废夺权，现在他感觉死神已经站在了背后。江天寒苦涩道：秋白，婵儿，他已经走了，他加入了北域主宰落日狱主势力。如果你想报仇，听叔一句话，算了吧。落日狱主势力的狱主是5榜前5的存在，那是你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高度，一辈子无法企及。叶秋白脑海里浮现出你在草堂剔牙，随手补全上古神阵的模样，他淡然摇头，这就不劳您费心了。落日狱主势力很强吗？在师尊眼里，大概也就是一件的事，或者一幅画的事，但他不会求援，剑修的仇他要亲手报。江天寒带着江家的1半产业收成作为赔罪离开了。紧接着，仇家宣布全族与叶家对立。然而叶秋白却并不关心这些，他提着木剑，一步步走向缩在角落里的叶岩。可敢一战，决胜负。他的声音不大，却让叶岩几乎窒息。叶秋白，你别逼人太甚。叶灵再也坐不住了，猛地爆发出接近子府巅峰的修为，一掌拍向叶秋白。既然你不留情面，那就倒下吧。叶晴冷哼一声，长剑出鞘，瞬间与叶灵缠斗在一起。你的对手是我。大厅成了战场，而叶秋白却像是在逛自家花园，单手负后，一步踏出，嗡！第一步，剑势如潮，压得叶岩双膝打颤；第2步，剑气纵横，大厅的地砖寸寸炸裂；第3步，叶秋白举起木剑。叶岩，你找人针对我之时，可曾想过今日？叶岩面色狠厉，拼命打出道掌印。叶秋白，你不过刚入子府，我跟你拼了！然而叶秋白看都不看那些掌印，木剑之上那一缕黑暗魔气再度升腾，那是你传给他的天魔9剑。虽然只用了第1剑，但那股吞噬生机的魔力已经锁定了叶岩的魂魄。结束吧！木剑划过，叶岩所有的掌印瞬间崩碎，那柄平平无奇的木剑直接掠过了他的脖颈，叶岩当场失去战力，瘫倒在地。正在与叶晴对拼的叶灵发出一声惨叫：“妍儿，叶秋白，我要你偿命！”他状若疯狂，不顾一切的燃烧本源精华，想要拉着叶秋
秋白同归于尽。但就在这时，一道极其恐怖，甚至让时空都静止的剑影突然从叶秋白的木剑中若隐若现的闪了一下，那是你留在木剑上的一丝保命神念。仅仅是这一丝气息，就让疯狂的叶灵瞬间定在了原地。他满头大汗，眼神中充满了无尽的恐惧。这股力量超越了五宝，这到底是谁的剑？叶秋白没有给他机会，趁着叶灵失神，一剑击中要害，叶家大乱平定。秋白，叶晴看着遍地狼藉，有些感慨。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叶秋白收起木剑，看向北方的天空，眼神冷冽。回草堂，既然江禅在落日狱主势力，那1个月后的4域书院交流赛就是我击败他之时。不过在那之前，我想回去看看师尊，还有那位奇怪的新房客。与此同时，草堂山顶，你正蹲在地上，手里拿着一串刚烤好的鸡翅，有一搭没一搭的跟红英聊天。我说小红啊，你这前世当女帝的时候就没攒点私房钱啥的，咱这草堂快揭不开锅了。红英清冷的瞪了你一眼，叫我红英。还有本地当年所用的神材，你这偏僻之地根本找不到。你撇撇嘴，切，等秋白回来，让他给你带点特产，算算日子，这家伙也该回来了。你顺手撕下一块鸡翅丢给那只红毛鸟，不过看样子又有麻烦要找上门了。你眯起眼看向虚空的尽头，嘴角挂着一丝玩世不恭的笑。而此时，叶岩的掌印在叶秋白那切割空间的凌厉剑气面前，脆弱的如同纸糊。噗！叶岩身形巨震暴退，脸色惨白如纸，眼见亲儿子毫无还手之力。叶灵状若疯癫，对着那些摇摆不定的长老们怒吼：“都愣着干什么？此子已成心腹大患，速速联手将他镇压！”长老们面面相觑，心中天人交战。就在这时，一个曾与叶秋白有过旧怨的六长老咬了咬牙，悍然出手。那家伙修得猖狂，子府境巅峰的威压轰然爆发，一记刚猛无仇的铁拳直取叶秋白后心。叶秋白头也不回，反手一剑撩出，木剑之上，一缕缕漆黑的魔气缭绕而上，一股令众生臣服的霸道气息瞬间笼罩了整个叶家。天魔九剑，叶岩失声尖叫，眼中满是恐惧。这可是连霍庆明都挡不住的恐怖剑法。那时叶秋白还只是金丹境，如今他已入子府，这一剑的威力会有多恐怖？六长老小心！然而六长老却充耳不闻，满脸不屑。一个区子府初期，剑法再强又能奈我何？这个念头成了他此生最后的想法。第一剑，叶秋白轻声低语，滔天魔气汇于一剑。六长老的铁拳与那柄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木剑悍然相撞，轰隆！巨响声中，六长老的护体灵气瞬间破碎，他的整条手臂直接被那道黑色剑气化为了漫天光点。叶秋白欺身而上，在六长老惊恐绝望的目光中，木剑轻描淡写地划过他的胸膛，魔气侵体，他体内经脉丹田瞬间被能量冲垮。六长老双眼圆瞪，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再无战力。一剑秒败子府巅峰，全场倒吸一口凉气。那些蠢蠢欲动的长老们瞬间熄灭了所有念头，低着头不敢再看叶秋白一眼。叶晴也抓住叶灵失神的瞬间，一剑斩出，在他手臂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口。大局已定，叶秋白提着木剑，一步步走向面无人色的叶岩。你不能动我，我是你堂哥。叶秋白不为所动，一剑斩落。就在这时，一道苍老的身影鬼魅般出现在叶秋白面前，伸出2根枯瘦的手指，竟稳稳地夹住了那柄裹挟着滔天魔气的木剑。闹够了，他不能动。叶秋白瞳孔一缩，体内灵力疯狂运转，天魔九剑第3剑，比之前强大数倍的魔气轰然爆发，却依旧无法让那2根手指移动分毫。老者轻轻一扶，一股无可匹敌的巨力传来，叶秋白如遭雷击，整个人倒飞出去。叶晴连忙扶住他，脸色凝重地对着老者躬身道：“老祖！”叶家众人纷纷躬身参见老祖。叶家老祖，那个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叶家最强者，出关了。他浑浊的目光落在叶秋白身上，淡然道：“你已解决了1名长老，气也该消了，到此为止吧。”叶秋白擦去嘴角的金光，冷笑：“只许他找人针对我，不许我报仇雪恨，以大局为重。老祖意有所指，我知道你天赋、实力、心性都远胜叶岩，是完美的家主继承人，但可惜你得罪了落日狱主势力，为了叶家，只能委屈你了。那我今日偏要解决他呢。”老祖浑浊的双眼猛然睁开，一股足以压塌天地的威压席卷而出。不听话的天才，留之无用。叶晴拼尽全力顶在叶秋白身前，怒吼道：“秋白，快走！”走！老祖冷哼：“放虎归山，岂非后患无穷？”说罢，他身形一晃，一掌拍向叶秋白，是要将这心腹大患当场镇压。就在这生死一瞬，叶秋白手中突然多了一柄古朴的连翘长剑，青云剑，师尊所赐之剑。这是什么剑？老祖身形暴退，眼中第一次露出了惊骇。他从那柄剑中感受到了一股深入灵魂的恐惧。一柄剑怎么可能自带剑意？叶秋白没有回答，他双手握剑，用尽全身力气，缓缓将青云剑拔出了1寸，仅仅1寸，一股仿佛能劈开天地的无上剑意冲天而起，整个天元城都被这股锋锐之气笼罩。叶秋白感觉自己的身体快要被这股剑意撑爆，但他还是咬牙，将这股力量对准了老祖那毁天灭地的一掌。轰隆！剑意与掌印相撞，整个叶家宅邸瞬间化为废墟。老祖的全力一击竟被寸寸瓦解，他双手撑开，才勉强挡住剑意余波，脸色已是一片骇然。就是现在，叶秋白的身影如鬼魅般出现在叶岩身旁，在他惊恐绝望的目光中，一指点出，击中了他的眉心。叶岩彻底落败。当叶家老祖回过神时，叶秋白早已消失无踪。他看着倒地的叶岩，脸色阴沉如水，最终只能宣布由叶灵接任家主。而叶秋白则在一处山洞内盘膝调息，仅仅拔出1寸青云剑，反噬就如此巨大。他毫不怀疑，若是此剑完全出鞘，恐怕连老祖也挡不住一击，但自己也会当场身躯崩解。落日狱主势力，叶秋白握紧拳头，非但没有气馁，眼中反而燃起了熊熊战意。嗡！他体内的剑意轰然暴涨，冲破桎梏，变得更加凝练坚毅，剑心通明，一往无前。剑师之境成。师尊，不知你一个人在山上会不会寂寞？徒儿很快就回去了。与此同时，草堂红英这位曾经的开国女帝，正黑着脸端着一碗刚炖好的鱼汤，重重的放在你面前。这下可以指点我了吧？为了换取你那看似不经意，却总能一针见血的指点，他已经给你当了半个月的厨娘，从一开始的黑暗料理，到现在总算能入口的鱼汤，这位女帝的耐心快要被消耗殆尽。你慢悠悠的尝了一口，点点头，不错，比昨天那坨黑炭强多了。红英没好气的催促，快教我！不急，等我吃完饭，你开始细嚼慢咽。一碗
碗汤喝得天长地久。红英坐在对面，从一开始的怒火中烧，渐渐的他愣住了。是啊，自己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浮躁？不过是等一顿饭的时间。心境竟起如此波澜，修炼之道，心境为本。自己迫切想要恢复实力，却忽略了最根本的东西。想到这里，红英豁然开朗，立刻闭目盘坐，调整心神。已吃完饭，看着入定的红英，耸耸肩，自己把碗筷收拾了。这一坐便是5天。第5天，红英猛然睁开双眼，一股强大的气息冲天而起，水到渠成，突破水意境。他站起身，对着刚走出草屋的你郑重的躬身一礼，多谢指点。你一愣啊，我指点你啥了？红英微微一笑，自以为看穿了一切。你早就看出我心境出了问题，所以才故意让我下厨，又用慢食来磨我的性子，让我自己看破心魔，对吗？不是，我没有，别瞎说啊，我就是单纯的懒得做饭而已啊。红英见你不语，愈发肯定了自己的猜测，眼中闪过一丝钦佩。否则，以你的修为早已辟谷，又何须顿顿吃我做的凡俗之物？说到最后一句，即便是骄傲如女帝，红英的脸颊也不免泛起一丝红晕。你则彻底呆住了，怎么回事？我身边的这些人怎么都这么会脑补？我明明只是单纯的懒得做饭而已啊！就在你腹诽之时，红英深吸一口气，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她整理衣袍，双膝跪地，对着你郑重一拜，声音清脆而坚定：学无先后，达者为师，请师尊收我为徒。不是，我啥也没干啊，怎么他自己就把自己说服了？我人傻了呀！丁，恭喜宿主完成高难度收徒任务，获得奖励：枪之道则，火之道则，神品功法轮回枪典，神品单方九转归元丹，修为2000年。好家伙，本来以为搞定这位前世女帝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结果还没等你想对策，对方直接一剑投降了。且说叶秋白，当他回到藏道书院时，已然是风云人物。书院大比上那惊世骇俗的一战，让所有人都记住了这个来自草堂的白衣剑修。叶师兄回来了，我怎么感觉叶师兄的气息更加深不可测？这才几天，莫非又突破了？叶秋白微笑着一一回应，心中却在嘀咕：哎，师尊什么时候能再收个师弟师妹？不然就我一个，总感觉有点孤单。正想着，一个相熟的弟子凑了上来，神秘兮兮地说道：叶师兄，我刚才看到陆前辈带着一个仙女式的绝色女子去院长那边登记了。什么？叶秋白心中警铃大作，下意识问道：登记什么？好像是陆前辈新收的弟子。话音未落，叶秋白的身影已化作一道剑光，消失在原地。回到草堂，他一眼便看到了那个如画中走出的红衣女子，正将一盘盘香气四溢的菜肴端到你面前。真的有师妹了。他走上前，刚要开口拜见，你却头也不抬地了就回来了。叶秋白僵在原地，满脸错愕，我这是被嫌弃了？那我走。你见他表情古怪，才解释道：我是说你的事这么快就办完了。叶秋白这才松了口气，上前躬身一拜，将叶家之事娓娓道来。你听完，夹了口菜，慢悠悠地说：落日狱主势力吗？听秦书提过，确实比咱们南狱强不少。不过我还是那句话，这是你的仇，我不会插手。打了小的来了老的，这种事我可干不出来，丢份。叶秋白非但没有失望，反而笑道：弟子明白，我亦不会求师尊出手。这落日狱主势力，正好是我剑下的磨刀石。一旁的红英颔首道：师兄此言有理，武道一途，若次次皆假以外力，终究会到心不稳，难至巅峰。此刻他也在暗中打量叶秋白，心中暗惊：好一个剑道奇才，如此年轻便已是剑师，功法体质皆是顶尖，资质不在我之下。师尊坐下，果然无凡人。你笑着介绍道：秋白，这是你师妹红英。叶秋白立刻摆出大师兄的派头，笑道：师妹说的对，以后在外面有什么事，师兄罩着你。红英表情古怪地点了点头，那多谢师兄了。你悠悠地补了一句：你师妹现在是水意境，谁罩着谁还不一定呢。叶秋白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水意境，那不是比我还高了2个大境界？他只觉得一股无形的压力扑面而来，当即抱拳道：师尊，弟子此行颇有感悟，这就去闭关巩固。说罢，逃也似的冲进了自己的草屋。你看着他落荒而逃的背影，不禁失笑。红英见状，也准备去修炼，你却叫住了他：别急，为师收徒，向来不偏不倚。当初给你师兄一颗造化丹，一柄青云剑，如今你既入门，自然也少不了你的见面礼。红英却不在意的笑道：师尊，我便不用了。她乃女帝转生，随身带着一个帝国的底蕴，何愁修炼资源？她正想拿些神丹灵药孝敬一下这位看起来清贫的师尊，你却屈指一弹，一颗丹药飞到了他的手中。丹药通体浑圆，表面竟有神秘的轮回道纹流转。这是你那9转轮回功已至第9式，此丹可助你完美融合9式道果。红英如遭雷击，脸色惊变，她的功法何其隐秘，师尊竟一眼看破。更可怕的是，这世间只存在能融合6、7成道果的轮回丹，而师尊这颗竟能完美融合。一枚丹药未免寒酸了些。你摸着下巴，继续道：你且过来。红英傻傻的上前，你伸出一指，点在他眉心，霎时间，浩如烟海的信息洪流涌入他的视海。轮回枪典，以枪入，以轮回正道，这枪法竟与他的功法完美契合，仿佛本就是一体。你收回手指，想了想又说：光看心法太慢，我给你演示一遍，看好了。说罢，你信手一招，天地灵气汇聚成一杆长枪。红英瞪大了美眸，师尊不是剑修吗？为何？未等他想明白，你手中长枪已然刺出，长枪如龙，轮回之意流转，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远方一座千丈山峰却无声无息地化为了齑粉。那股超越了枪意的，属于更高维度的枪之道则，让红英这位前世大帝都感到一阵心悸和窒息。剑道通神，枪道亦是如此。师尊他到底精通多少大道？演示完毕，你随手散去长枪，打了个哈欠。行了，自己练去吧，我睡个午觉。红英呆立原地，久久不能平静。师尊方才那一枪留下的道狱，已让他瞬间进入了顿悟状态。5日后，你正躺在椅子上唉声叹气，这2个家伙都在修炼，又没人给为师做饭了，看来还得再找个徒弟。话音刚落，2股气息同时爆发，红英长身而起，长枪在手，一式轮回枪法使得虚空震颤。叶秋白也走出草屋，目见轻盈，剑意比之前更加锋锐凝实。师妹，请指教。叶秋白战意盎然，一剑刺出。师兄，请。红英长枪一抖，迎了上去，2人皆压制境界，纯以剑意和枪意对决。一时间，山崖之上剑气枪劲纵横交错，却连柳树的一片叶子也未曾伤到。停！你及时叫停了2个好战分子。红英，趁热打铁，把那颗9转归元丹服了。红英点头，盘膝坐下，吞服丹药。霎时间，一股股
股轮回之力从他体内冲天而起，仿佛在与冥冥中的天地规则沟通。柳树的枝条轻轻摇曳，发出一声叹息。可惜此界天道崩毁，规则不全，纵有神丹，也无法引动轮回道则，终究不能完美继承。李闻言一愣，规则之力系统不就是现成的吗？宿主可随时调用本系统携带的高等维度规则之力，得到肯定答复。你随手一挥，嗡，一道仿佛凌驾于万物之上的至高力量瞬间笼罩了整个草堂。柳树猛地一颤，高等维度的规则之力，梧桐树上的小鸟沐浴在这股力量中，竟燃起熊熊的凤凰神火，陷入顿悟。叶秋白身前的青云剑更是剧烈嗡鸣，剑上的道则与他自身的剑意开始产生共鸣，而红英那股四处寻觅的轮回之力，如同找到了母亲的婴儿，疯狂地涌向规则之力，与之交融。轰！一道道虚幻的魂魄如同流星从天际划过，接二连三地融入红英体内，他的气息节节攀升，水意境中期、后期、巅峰，90道果，完美归一。红英睁开双眼，对着你恭敬一拜，眼中满是狂热与崇敬。多谢师尊再造之恩。你摆摆手，既然如此，那就给你一件差事。师尊请讲。万死不辞。你指了指厨房，笑道：去做饭吧，为师饿了。红英。这时秦天南的身影突然出现，他看着气息大变的叶秋白和完全看不透的红英，心中骇然。长生从哪找来这两个妖孽？长生啊！秦天南开门见山，赐玉大比钱，南域有个赤渊试炼秘籍，最高只容许子府境禁语，对你这两个徒儿是极好的历练。不等你回答，红英和叶秋白的中意同时燃起了熊熊的战意。我去！两人异口同声。秦天南满意地点了点头。那好，明日长生你带他们过去。你立刻头摇得像拨浪鼓。我不认路。秦天南真是拿你没办法。他没好气地瞪了你一眼，转身道：行，我明日让剑堂长老来接人。秦天南走后，红英看向你，清冷的眸子里带着一丝探寻。师尊，你就不问我为何想去吗？你诧异道：我为何要问？你想去，自然有你的道理。红英真手轻点，目光望向天际，竟带上了一丝万古沧桑的唏嘘。赤渊之中镇压着我昔日的一位部下，九世轮回，我想去看看他还在不在。你闻言沉默。历经九世，故人凋零本是常事，更何况是在那凶险莫测的赤渊秘境。去吧。气氛一时有些沉重。叶秋白见状，正想溜回屋修炼，却被你一句话叫住。你去哪？给为师做饭去。与此同时，杀机已在暗中涌动。裘家大宅内，家主声音冰冷。叶秋白定会参加赤渊试炼，传令仇立碑，务必在秘境中击败他。而在遥远的北域，落日域主势力，梨园深处，江禅身披华服，头戴凤钗，独自坐在庭院中。当听到叶秋白未倒下，且实力大进的消息时，他眼中闪过一抹无人察觉的复杂，既有惊惧，又有一丝如释重负。这时，一名气宇轩昂的青年推门而入，正是势力少主黄天明。少主。江禅起身行了一礼，黄天明笑着上前扶起他，语气亲密：你我即将大婚，何须如此多礼？江禅垂下眼帘，眸中并无喜色。黄天明看在眼里，却毫不在意地松开手。话锋一转，那个叶秋白会参加南域的赤渊试炼。江禅猛地抬头，上次没能解决了他。黄天明微笑道：这次我会派人过去，确保万无一失。江禅嘴唇微动，最终选择了沉默。他知道此刻多说一句，只会给叶秋白带去更大的灭顶之灾。黄天明叹了口气，状似无奈：我知道你放不下他，但你要记住，你未来是要做狱主夫人的人，绝不允许一个潜在的威胁活在世上。他不需要他的心，他只需要他的人和他背后所能代表的一切。在权势面前，感情是最廉价的东西。待黄天明离开，一道黑影无声无息地跪在他身后。去赤渊解决掉叶秋白。黄天明声音转冷，杀机毕露。另外联系隐卫，让他们也派人，我不要任何意外。黑影愕然：少主何须动用隐卫？隐卫，北域最神秘的暗卫组织，一群不要命的高手，任务成功率高达99%，唯一失败的一次是刺杀当今狱主，次狱5榜第4的恐怖存在。那一役后，隐卫元气大伤，被迫成为狱主势力的麾下。黄天明狞笑道：永绝后患。次日，赤渊试炼开启，剑堂长老御剑而来，接走了叶秋白和红英。路上，他还在苦口婆心地劝说秋白啊，跟那懒家伙没前途的，来我剑堂吧，最好的资源都给你。叶秋白只能苦笑婉拒。剑堂的资源能拿出太初剑经和青云剑吗？试炼入口处，人头攒动，各方天骄齐聚，你突破子府了。新红衣走来，战意盎然。试炼之后再打一场。叶秋白笑着应下。一旁的红英打趣道：师兄还挺受欢迎。话音刚落，一道充满杀意的目光射来。仇家天骄仇立碑正对着叶秋白做了一个挑衅的动作，有人想对付你。红英眼神一冷，要我帮你解决吗？叶秋白无奈苦笑，这师妹怎么比自己这个师兄还霸气？无妨，我的仇我自己报。就在此时，天空中龙吟阵阵，一艘有2条蛟龙牵引的巨大舰船破空而来，正是天元王朝的座驾。数道身影飞身而下，为首的锦袍青年正是六皇子天明。他与书院长老寒暄几句后，目光突然转向叶秋白，朗声道：想必这位便是我天元城昔日的天骄叶秋白吧？听闻秋白兄天赋回归，不仅一剑击败了仇家继承人，更是在自家老祖面前击败了堂兄叶岩，当真是少年英豪，令人佩服。他每说一句，周围的目光就愈发不善，这是捧杀，每一个字都是一把刀，瞬间将叶秋白推到了风口浪尖。仇家之人的眼中杀意已然沸腾。师兄，你得罪过他？红英戏谑道。叶秋白摇头，他从未见过此人，但下一刻他明白了。从舰船上又走下几道身影，他们身披金色盔甲，头盔上印着一轮烈日图腾，落日狱主势力的人。霍庆明等人失声惊呼。叶秋白瞬间了然，一股怒火直冲心头。江禅，我不倒下，你心难安是吗？红英的眼中也泛起杀意。本地的人也是你们能动的？落日狱主势力来了4名金甲武士，皆是子府巅峰，浑身散发着尸山能量之海中磨砺出的煞气，在他们身后还跟着3名气息诡异的黑衣人，正是隐卫的刺客。
为首的金甲武士环视一周，嗤笑道：“按照约定，我们落日域主势力借天元王朝7个名额来参加试炼，也顺便看看你们这些南域修士到底有几分斤两。”你说什么？南域众人顿时大怒，让我来会会你！明阳宗的一位天骄按捺不住，率先冲了上去。他同样是子府巅峰，一掌拍出，扬言之力焚天逐海，威势惊人。好，南域众人纷纷叫好，叶秋白却暗自摇头。那金甲武士的煞气之浓，远非温室里的花朵可比。果然，面对滔天烈焰，金甲武士不闪不避，只是一指点出雕虫小技，凝练到极致的煞气瞬间洞穿了扬言掌印。紧接着，他欺身而上，那股骇人的杀意如泰山压顶般笼罩了明阳宗天骄。后者瞬间心神失守，眼中只剩下恐惧，连抵抗的意识都失去了。弱者，金甲武士狞笑一声，一拳轰出，咔嚓，胸骨碎裂声清晰可闻。明阳宗天骄狂喷着金色的光点，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当场失去战力，一招秒败同阶，狂徒感耳。明阳宗的一位长老目眦欲裂，气海境的威压轰然爆发，一掌拍向金甲武士。那4名金甲武士却毫无惧色，瞬间结成战阵，4道冲天煞气交融汇聚，竟在他们身前形成了一片粘稠的能量之海。和4人同时出拳，能量之海翻涌，化作一只遮天蔽日的血色巨拳，与长老的掌印悍然对撞。轰隆！明阳宗长老脸色巨变，他感觉自己面对的不是4个后辈，而是一尊从地狱爬出的杀神。那股煞气竟能侵蚀他的心神。就在他心神动摇的一瞬间，胜负已分，血色巨拳瞬间吞噬了他的掌印，势不可挡地将他整个人卷入其中。伴随着凄厉的惨叫，一位气海境的强者竟被4个子府巅峰的后辈联手，硬生生消磨在了能量之海中，荡然无存。全场死寂，所有南域修士的脸上都写满了惊骇与屈辱。他们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认识到，自己与北域真正的天骄之间存在着一道何等巨大的鸿沟。眼看那位明阳宗长老也步了自家天骄的后尘，被消磨得荡然无存，文苑长老终于看不下去，他眉头紧锁，沉声喝道：“尔等未免太过放肆，同被切磋，竟下如此重手！”言罢，他口吐真言，破魔，一股浩然正气化作音浪，瞬间冲散了那片能量之海。你们这些南域修士只会以大欺小吗？落日域主势力那4人虽然被震得气息萎靡后退，脸上却满是讥讽和不甘。同辈相争，胜负有命，我等若是技不如人，落败在这里，域主势力也无话可说。但若是前辈出手，恐怕他日我落日域主势力的铁骑就要踏平你这南域之地。赤裸裸的威胁，但无人敢反驳，因为落日域主的拳头更大。那位域主可是4域5榜第4的恐怖存在。文苑长老也只能冷哼一声，拂袖而立。最终，元气大伤的明阳宗只能黯然离场。闹剧结束，天元王朝的老者宣布开启赤渊秘境，数名水意境强者联手施法。前方的空间裂缝中，一片血色大地缓缓浮现，在大地的尽头，一座座顶天立地的监狱拔地而起，无数枯骨盘坐其中，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威压。秘境只容许子府境及以下禁域，为期1月。切记！随着文苑长老一声令下，无数天骄化作流光涌入其中。裘力杯、6皇子天明以及落日域主势力众人在进入前都深深地看了叶秋白一眼，杀机毫不掩饰。师兄，看来你的仇家不少啊。红英笑道。叶秋白无奈摊手，不招人妒是庸才。行了，咱们也进去吧，总得带点机缘回去，给师尊长长脸。红英嘴角一抽，以师尊那油盐不进的性子，怕是不会在意这些。与此同时，草堂躺椅上晒太阳的你突然睁开了眼，目光投向东方。怎么会有种心悸的感觉？这感觉并非来自自身，而是关乎亲近之人，与你有因果牵连，又身处那赤渊秘境的只有你那2个徒弟。难道他们会出事？你可不是什么冷血之人，毕竟他们还要给我做饭呢。想到这里，你的身影消失在了原地。赤渊秘境内，红英将一块雕刻着凤凰的玉佩递给叶秋白。师兄，这是防御阵法，可挡4域5榜上强者一击，危急时刻捏碎它。我另有要事，就此别过，保重。说罢，他化作一道红光，朝着远方飞去。叶秋白收好玉佩，深吸一口气，开始独自探索这片被能量浸染的荒芜大地。突然，他体内的天魔剑气竟不受控制的破体而出，朝着一个方向延伸，仿佛在召唤他。与天魔9剑有关。叶秋白心中一动，顺着剑气的指引前行。渐渐的，血色的大地变成了纯粹的漆黑，一座通天彻地的巨大黑色牢笼出现在他面前，金色锁链如巨蟒般缠绕其上，散发着恐怖的封印之力。牢笼中央盘坐着一具骸骨，其上缭绕着与他同源的黑色剑气。就在他靠近的瞬间，黑色气息暴涨，骸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名手持漆黑魔剑的白袍男子。你修炼了天魔9剑，晚辈证实，那你也算本座半个传人。白袍男子声音飘渺，但本座传承不传心性不定之人，你需通过考核，失败便永远留在这里。话音刚落，男子一指点出，周围景象骤变。叶秋白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无垠的旷野，前方是黑压压一片望不到尽头的无脸人潮，他们手持破剑，如同蝗虫般朝他席卷而来。考核只有一个，击败他们。叶秋白虽有不解，但还是持剑杀入人群，剑气纵横，能量四射。然而这些无脸人仿佛无穷无尽，解决了一批，立刻有更多的人补上，悍不畏死。1天、2天、4天，不知过了多久，叶秋白早已浑身欲光，挥剑的动作变得机械麻木，周围的无脸人依旧没有丝毫减少。渐渐的，他麻木的眼神中竟开始浮现出一丝试战的狂暴。战，都给我倒下！他开始无声的狂笑，剑气变得愈发疯狂暴虐。暗中观察的白袍男子失望的摇了摇头，还是不行吗？终究是沉沦于杀戮，被魔性驾驭了。就在他准备结束考核时，异变陡生，叶秋白狂暴的眼神中竟重新凝聚起一丝清明。剑者当一往无前，但绝不能成为杀戮的机器。师尊的教诲，我的剑道。太初剑经全力运转，一股清正之气洗刷着经脉中的狂暴魔意。轰！在无尽的杀戮和迷雾中，他竟当场突破，进入子府境中期，剑心通明，还有那玄妙的功法。白袍男子眼中第一次露出了赞许，不错，是个好苗子。好了，你通过了。随着男子话音落下，无脸人潮瞬间消散，巨大的牢笼重现眼前。男子满意道：“你既已剑心通明，我便将天魔9剑的后5剑传你。”叶秋白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那个前辈，后5剑我已经会了。”白袍男子傻了，剑谱一直在本座这里，从未外泄。你从何学来？叶秋白面露崇敬。
竟是我师尊。他将后5剑推演出来，传给了我。不可能！白袍男子大惊，随即化作一缕黑烟，钻入叶秋白眉心，暂时掌控了他的身体。一时间，天魔剑气纵横，毁天灭地。片刻后，白袍男子重新遁出，整个人都陷入了呆滞。这怎么可能？他喃喃自语，这已经不是完善，而是彻底的升华，威力、意境乃至副作用都完美无缺。这片天道崩毁的世界，怎么可能诞生这等人物？你的师尊，莫非是上古大能转世？叶秋白想了想，认真的回答：应该不是，我师尊瞧着挺年轻的，而且每天还得吃饭，懒得很。白袍男子能将天魔9剑推演到如此地步的，不应该是一位上斩仙魔、下斩御鬼的绝世剑圣吗？还有，懒得自己做饭又是什么鬼？白袍男子无奈摇头，心想自己这传承送的真是一波三折，颜面尽失。你师尊这样，我都不知道该送你点什么了。他一声剑道，尽在天魔9剑。如今人家已经有了更完美的版本，他还传个什么？对了，男子眼前一亮，举起手中的漆黑长剑。既然剑法你不需要，这把剑便赠予你。叶秋白看向那柄剑，剑身通体漆黑，无锋无恶，却有暗黑魔气萦绕，散发着一股无风胜有风的灵力。白袍男子爱惜地抚摸着剑身，骄傲道：此剑名暗魔，天阶巅峰宝器，若非无有剑灵，早已迈入灵气之列。这等宝物，你师尊总拿不出来了吧？叶秋白接过暗魔，心中赞叹，此剑与天魔9剑完美契合，足以让他的战力再涨3、4成。可是看到叶秋白脸上那一丝为难，白袍男子心里咯噔一下，小心翼翼地问：你师尊该不会给了你更好的吧？叶秋白稍一犹豫，还是将青云剑拿了出来。白袍男子那剑上流转的道泽气息，让他这位上古剑圣都感到一阵心悸，根本无法看透。他深吸一口气，摆了摆手，语气萧索：行了，拿着你的剑都走吧。叶秋白对着男子深深一躬，转身离去。望着他的背影，白袍男子发出一声长叹，可惜生在了一个天道崩毁的时代。话音落下，他周身的黑雾散去，再度化作一具枯骨，坐化于牢笼中心。另一边，红鹰已深入赤渊腹地，此处的牢笼皆是金色，内部缠绕着一圈圈刻满阵字符文的锁魂链，镇压着极为恐怖的存在。他在一座最为森严的牢笼前停下，美眸中怒火燃烧。他们竟敢用此等方式镇压你！陛下，是您吗？牢笼内传来一道风中残烛般的虚弱声音：是我。太好了！那声音带着狂喜。陛下，您的9转轮回功成功了，有贵人相助。红鹰想起了你，此界竟还有人能助陛下，莫非是西方那老修士，或是魔界那强者？都不是。红鹰摇头，他如今是我的师尊。锁魂链内声音戛然而止，许久才难以置信地响起：天道崩毁后，竟还有人有资格成为陛下的师尊。红鹰没有过多解释，肃然道：此次前来是为确定一事，出去后我为你重塑肉身，还你自由。锁魂链却剧烈颤抖起来，那声音也变得激昂：当年我9天不随陛下一同征伐，虽败不悔，我等一直坚信陛下必会归来，带领我等再战诸天。9天不云策参见陛下，愿为陛下再临巅峰，死战不休。红鹰眼中闪过一丝动容，好，待我实力恢复巅峰，便救你脱困。本地之荣耀，吉尔等之荣耀，秘境之外，气氛剑拔弩张。落日狱主势力的领队，名为将军的水意境巅峰强者，轻蔑地扫视着周围戒备的南域众人，想对付我，可想过我修罗铁骑踏平南域的后果？众人敢怒不敢言，藏道书院的长老们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将军见状，愈发不屑，心中甚至希望这群南域修士动手，好给他一个师出有名的借口。秘境另一处，叶秋白已被团团包围。叶秋白，你这胆小鬼，总算找到了。裘立碑狞笑道，在他身后正是那4名落日狱主势力的金甲武士。落日狱主势力的人，叶秋白眉头微挑，心中忌惮的却是那几个消失无踪的黑衣刺客。废话少说，内命来！裘立碑率先发难，一拳轰出。叶秋白随手一剑，锋锐的剑气便将裘立碑的拳头刺穿，震得他气息萎靡倒退。弱者！金甲武士冷喝一声，4人同时结阵，滔天能量之海再次席卷而来。然而经历了天魔考核中数日不眠不休的战斗，这点杀意早已无法动摇叶秋白的心神。他祭出暗魔，滔天魔气与能量之海分庭抗礼，天阶宝器。4人大惊，随即更为贪婪，解决你，他就是我们的了。能量之海翻涌，化作一只血色巨拳，轰然砸下。天魔9剑第3剑，叶秋白手持暗魔，巨大的黑色剑气冲天而起，竟硬生生将那足以重创气海境强者的血色巨拳一掌为二。就在此时，叶秋白心中警兆狂鸣，3道如同鬼魅的黑影无声无息地从他的影子里，从扭曲的光线中，从虚无的空气里浮现。他们是隐卫的刺客，他们等的就是这一刻。叶秋白就力已尽，心力未生，心神最松懈的一刹那，3柄淬毒的漆黑匕首化作3道死亡射线，封锁了他所有的退路，避无可避。第4剑，叶秋白怒吼一声，强行压榨体内所剩无几的灵气，手中暗魔爆发出更为恐怖的魔威，一道凝练到极致的漆黑剑芒横扫而出，轰隆隆！剑芒与能量之海，魔气与杀神，在这片空间疯狂对撞，能量余波将大地都撕开一道道狰狞的裂口。裘立碑更是被这股风暴直接掀飞，生死不知。那尊由杀气凝聚的杀神，在第4剑的威力下寸寸崩裂，4名金甲武士同时喷出一口本源精华，被狂暴的剑气震得倒飞出去，眼中满是骇然，这绝不是子府境该有的力量。然而叶秋白也到了极限，他脸色煞白，体内灵气消耗了99%，握剑的手都在微微颤抖。也就在这时，那3道潜伏已久的死亡阴影终于发动了真正的绝杀，刚才的一切都只是幌子，他们如同蛰伏的毒蛇，在猎物最虚弱的时候露出了最致命毒牙。3柄匕首悄无声息，却带着洞穿一切的法则之力，成品自行刺向叶秋白的眉心、心脏和丹田。快，太快了，快到叶秋白甚至来不及去捏碎师妹给的玉佩，死亡的气息瞬间将他笼罩。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懒洋洋的、带着几分不耐烦的声音突兀的在这片杀机四溢的空间中响起：“哎，打个架而已，吵死了。”话音落下的瞬间，仿佛时间都被按下了暂停键。那3柄足以重创气海境巅峰的致命匕首，在距离叶秋白身体不到3寸的地方，就那么突兀的、无声无息的化为了最精纯的齑粉，飘散在空中，仿佛从未存在过。所有人都僵住了，无论是重伤倒地的金甲武士，还是那3名顶级刺客，全都如坠冰窟。一股源自灵魂深处的恐惧让他们动弹不得。他们骇然
然的循声望去，只见不远处的一块岩石上，不知何时坐着一个平平无奇的青衫男子，他打着哈欠，揉着惺忪的睡眼，仿佛刚刚睡醒，正抱怨别人打扰了他的好梦。叶秋白看到来人，紧绷的神经瞬间松懈，惊喜交加的喊道：“师尊！”你瞥了一眼浑身是伤的叶秋白，又看了看地上七零八落的敌人，皱了皱眉，怎么搞得这么狼狈？饭做好了没？那3名隐卫刺客交换了一个惊恐到极点的眼神，没有丝毫犹豫，燃烧本源精华，化作3道黑烟就要逃遁。你甚至都没看他们一眼，只是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像是驱赶恼人的苍蝇。聒噪！噗噗噗！3道黑烟在半空中，连惨叫都没能发出一声，便凭空湮灭，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剩下的4名金甲武士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的向你磕头求饶，你却像是没看见他们一样，跳下岩石，走到叶秋白身边，拍了拍他身上的尘土，嫌弃道：“脏死了！行了，既然打完了，就别愣着了，赶紧找着你师妹，然后回去做饭，为师饿了。”说罢，你转身便走，仿佛刚才只是随手捏灭了几只蚂蚁。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剑，4名金甲武士脸色巨变，这是他们唯一的念头，但见事已至，容不得他们多想。4人同时怒喝，竟是齐齐逼出一滴眉心本源精华，脸色瞬间萎靡下去，仿佛被抽干了精气神。那4滴本源精华融入血色杀神体内，杀神瞬间凝实，能量光冲天，骇人的杀气甚至穿透了秘境的阻隔，让外界观战的众人都不由侧目。好浓的杀气，是落日狱主势力的人，这等威势，秘境中怕是无人能敌了。然而，身处风暴中心的叶秋白脸色没有丝毫变化，他只是单手持剑，再度一斩，轰隆隆，滔天魔气与血色杀神悍然对撞，整片大地都在剧烈颤抖，仿佛随时都会崩塌。狂暴的气浪席卷四方，远处的裘力杯拼尽全力才堪堪抵挡住余波，到心在这一刻被震得粉碎。仅仅是余波，我与他差距竟已大到如此地步。场中4名金甲武士脸色惨白如纸，双手死死维持着血色杀神，身形摇摇欲坠。反观叶秋白，却是一副轻松写意的模样，滔天魔气源源不断地从暗魔剑中展出。很快，血色杀神的表面便布满了裂纹。不行，隐卫的人为何还不出手？4人心中狂吼。这时，叶秋白淡淡开口：“该结束了。”他双手持剑，猛然下劈，咔嚓，血色杀神应声爆裂。4名金甲武士如遭雷击，齐齐狂喷本源精华，气息瞬间萎靡到了极点。叶秋白正欲乘胜追击，心中警兆却猛然大作，他毫不犹豫，反手一剑斩向自己的头顶。当上方的空间一阵扭曲，一名黑衣刺客凭空出现，双持匕首，正好格挡住这突如其来的一剑，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叶秋白冷笑，他早就料到，在自己全力出手，露出破绽的瞬间，这些真正的杀手便会现身，一击未成，黑衣人便要遁入虚空。可叶秋白又怎会给他机会？然而就在这时，另外2道鬼魅般的身影一前一后，同时出现在他身侧，淬毒的匕首无声无息地割向他的咽喉与心脏。3名刺客，3个方向，封死了他所有的退路。天魔9剑，第4剑，叶秋白不敢大意，魔气化作剑网护住周身，可那3柄匕首上竟附着着诡异的破法之力，剑网一触即溃。叶秋白脸色一变，当机立断，不退反进，全力一剑逼退正前方的刺客，借力抽身，瞬间消失在了原地。追！3名黑衣刺客化作黑烟，紧追不舍。秘境之外，乌云压城，落日狱主势力的将军讥笑道：“现在那叶秋白应该已经落败了吧？你们做了什么？”剑堂长老勃然大怒，剑意冲天。文苑长老也放下了手中的书，眼神冰冷地注视着他。将军却有恃无恐，我们此行本就是为了他，怎么你们藏到书院？难道敢为了一个弟子与我落日狱主势力开战不成？剑堂长老怒不可遏，却被文苑长老拦下。他们都清楚，将军说的是事实，书院不会轻易参与势力纷争，希望叶秋白能度过此劫吧。秘境内，叶秋白一边在血色荒原上疾驰，一边吞下师尊所赐的丹药。不过片刻，他消耗殆尽的灵气便已恢复了5成。不行，他再恢复。身后追击的刺客察觉到了异样，燃烧本源精华，速战速决。3人毫不犹豫，身上同时爆出红色气息，速度激增，瞬间拉近了距离。叶秋白见状也停下了脚步，丹药药力已完全吸收，他的实力重回巅峰。3人将他围在中央，没有任何废话，同时结印雾影杀阵，浓郁的迷雾瞬间笼罩了这片天地。叶秋白感觉自己的视觉、听觉乃至灵识在这一刻被尽数切断，他被拖入了一片绝对的死寂与黑暗之中。突然，一道黑影从背后袭来，叶秋白惊觉时已然晚了一步，虽然险之又险地避开了要害，但肩膀依旧被划开一道深深的伤口。他眉头紧锁，立于原地，缓缓闭上了双眼。既然无感无用，那便舍弃无感，以心为眼，勘破虚妄，这是太初剑经中的无上心法。心眼故弄玄虚，又一柄匕首无声无息地刺向他的心脏。这一次，叶秋白依旧闭着双眼，手中的暗魔剑却仿佛长了眼睛一般，后发先至，精准无比地斩在了匕首之上。吭，匕首被一剑劈飞，暗处3名刺客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他看破了杀阵，还不等他们想明白，一股冲天剑意轰然爆发，化作3道凌厉无匹的剑气，精准地斩向他们3人的藏身之处。不好，转阵引杀阵，3人亡魂大冒，强行变换阵法，迷雾散去，取而代之的是成千上万柄暗黑匕首，铺天盖地地射向叶秋白。然而，失去了隐匿优势的杀手，正面硬汉一个领悟了剑意的剑修，无异于以卵击石。那漫天匕首在摧枯拉朽的剑意面前，如同纸糊一般寸寸碎裂。3道剑气去势不减，瞬间穿透了3名刺客的胸膛，一击解决3人。阵法之外，裘力杯和剩下的4名金甲武士已经彻底看傻了，尤其是那股冲霄的剑意，让他们如坠冰窟。剑意如此年纪，他竟然领悟了剑意。叶秋白一步步朝他们走来，每一步落下，身上的剑意便强盛一分。在他眼中，这5人已是将要落败之人。狂妄！一名金甲武士色厉内荏地轰出一记血色巨拳，叶秋白看都未看，仅凭护体剑意便将那具拳撕成了碎片。下一刻，他身形一闪，出现在那名金甲武士面前，并指如剑点在其眉心，噗，一指击中要害。你敢击败我们落日狱主势力部？话音未落，那人已然落败，剩下的人见状魂飞魄散，转身便逃。叶秋白反手一剑横扫，浩荡剑意席卷而出，剩下的2名金甲武士瞬间被剑气斩中，失去战力。做完这一切，他才缓缓转过身，看向早已吓得双腿发软、
瘫倒在地的裘立杯。叶秋白，我什么都没做，看在仇家的面子上，放我一马。叶秋白眼神冰冷，宛如在看一个死物，被叶秋白那冰冷的眼神注视着，裘立杯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他颤抖的求饶：别动我，我以后再也不找你麻烦了，我给你做牛做马，你让我做什么都行。说着，他竟双膝跪地，对着叶秋白不断磕头。叶秋白依旧沉默，只是抬脚踢在一块岩石上，砰！岩石崩碎，无数碎片如同利剑般激射而出，瞬间穿透了裘立杯的四肢百骸，其中一块更是精准地贯穿了他的丹田。裘立杯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身上的气息如潮水般退去，丹田被废，修为尽毁，他成了一个弱者，感受到自己身体的变化。裘立杯眼中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转而变成了无尽的绝望和怨毒。他嘶吼道：击败我，有种你就击败我！叶秋白却连看都懒得再看他一眼，转身离去。击败这种人，他觉得不值得。试炼结束的前一天，叶秋白与红英会合。师兄，落日狱主势力的人解决了，算是吧。红英对此并不意外，身为师尊的弟子，若是连这点麻烦都解决不了，那才叫奇怪。师妹，你的事办完了？叶秋白问道。差不多了。红英点头，待我实力恢复巅峰，便会再度征战，届时或许需要师兄助我一臂之力。好说。叶秋白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两人在秘境中闲逛了一天，途中也遇到了一些传承，但两人都提不起兴趣。一个有太初剑经，一个身为上古女帝，眼界早已非凡，更何况他们那位师尊恐怕随手拿出的东西都比这些所谓的传承强上百倍。途中他们遇到了藏道书院的其他人，除了中雾依旧云淡风轻外，其余人都或多或少带了伤。一天时间很快过去，众人通过传送口离开了赤渊秘境。当剑堂和文院的长老看到叶秋白平安归来时，都松了口气，而落日狱主势力的将军脸色却瞬间阴沉下来。叶秋白没倒下，我的人和影卫的刺客呢？他一个箭步冲上前，水意境巅峰的威压如山岳般压向叶秋白。那家伙，我的人呢？放肆！剑堂长老横身挡在叶秋白身前，一道剑气瞬间将那威压斩碎，并反手一剑劈向将军。两人交手一招，平分秋色。这里可不是你们落日狱主势力！剑堂长老怒喝。将军脸色铁青，他击败了我的人，把他交出来，此事就此作罢，否则他日我修罗铁骑必将踏平你藏道书院。那我们静候君来。文院长老轻笑道。叶秋白也冷冷地看着他，他日我会亲自登门拜访落日狱主势力。将军怒极反笑，最终只能留下一句狠话，悻悻离去。仇家的人也想发作，但在剑堂长老不善的目光下，只能带着已成废人的裘立杯灰溜溜地离开。此刻赤渊秘境的上空，一道无形的结界隔绝了内外，结界内乌云翻滚，雷龙咆哮，一张由雷云组成的巨大面孔正凝重地盯着下方一个戴着白狐面具的青衫男子。你到底是何方神圣？巨脸沉声问道。以你的实力，不该存在于这方天地。我都戴着面具了，就是不想让人认出来。你问这种没脑子的问题干嘛？陆长生打了个哈欠，懒洋洋地回答。巨脸强忍怒气，那你为何要阻拦我？那你又为何要找我徒弟的麻烦？云皇女帝强修九转轮回，欲重立天道，此乃大计。你点点头，这里天道不是崩毁了吗？重立一个挺好的。还是说你们想自己来立？被一语道破心事，巨脸恼羞成怒，万千雷龙咆哮着朝你俯冲而下。然而这足以毁天灭地的雷霆，却连你周身3尺的护体灵气都无法突破，只能徒劳地激起阵阵涟漪。你随手一指，漫天雷龙便化作光点消散。道友，巨脸的语气软了下来，带着几分诱惑。你我皆是被困于此界之人，只要道友不再插手，我等可助你离开此方宇宙。我为什么要离开？你反问，在这里有吃有喝，有人伺候，还不用勾心斗角，为什么要跑去别的地方受累？我傻吗？巨脸被你噎得说不出话，只能撂下狠话。道友若执意如此，他日吾等真身降临，你未必能挡得住。他这么说，我好像有点虚啊。你心中一紧，但为了自己安逸的摸鱼生活，只能故作轻松的摆摆手。那你们下次记得多带点人来，这样说应该能唬住他们吧？好，道友的话我记住。巨脸深深地看了你一眼，随即消散，结界消失，只留下你一人在风中凌乱。好像说大了。你急匆匆地赶回草堂，在山崖边走来走去，满心焦虑。阵法有了，修为又不能速成，还有什么能准备的？师尊，您在烦恼什么？叶秋白和红英刚好回来，好奇地问道。你见到2个宝贝徒弟，顿时眼前一亮，连忙把他们推进屋里，赶紧的，都给我去修炼，不成至强者不准出关，我打不过，让我徒弟上。没毛病。叶秋白和红英对视一眼，皆是无奈苦笑。他们这位师尊怕是对自己的实力一无所知啊。接下来的日子，草堂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叶秋白除了修炼，便和新红衣切磋剑法，顺便承担起大厨的职责。红英则除了吃饭，基本都在闭关，而你依旧每天躺在椅子上晒太阳，只是脸上多了几分若有若无的忧愁。10天后，饭点。行了，秋白，去添一副碗筷。你头也不抬地说道。叶秋白虽有疑惑，但还是照做了。等他拿着碗筷从厨房出来时，饭桌前已经多了一位中年男子，正是藏道书院的院长秦天南。长生，你这小日子过得不错啊。秦天南拿起碗筷，毫不客气地笑道。你无奈道，秦叔，有事直说，不急不急。秦天南夹了一口菜，赞不绝口。先吃饭，吃完饭再说。我这都好几百年没吃过东西了。你白了秦天南一眼，自顾自地动了筷。这酒不错啊。秦天南自斟自饮，咂了咂嘴。奇怪，喝了这酒，我感觉多年未曾寸进的修为竟然松动了。长生，这酒是你自己酿的。你终于忍无可忍，随手一挥，一整个大酒坛凭空出现，落在了秦天南面前，黑着脸道：拿走，赶紧拿走。哎呀，这多不好意思。秦天南嘴上客气着，身体却很诚实地将酒坛收入了储物戒中。叶秋白和红英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这还是他们那个威严无比的院长吗？酒足饭饱，秦天南终于说起了正事。这次来是为了4域书院交流一事。我们藏道书院分立4域，每10年便会举办一次交流大会，以比试结果来决定总院资源的分配。当初的书院大比便是为此选拔，所以秋白，你得跟我去一趟北域了。北域那里是落日狱主势力的地盘，江禅也在那里。叶秋白看向你，见你只是淡淡道，去不去你自己决定。他眼神一凝，心中的犹豫瞬间化为坚定，重重地点了点头。很好。秦天南满意的笑了，又看向红英，那你呢？红英摇了摇头，我另有要事，不过我也会动身前往北域，待事情了结，自会去找师兄。那好，明日一早，书院
院门口集合。次日，仙鹤冲天而起，秦天南亲自领队。队伍中除了叶秋白、霍庆明、林策、钟武、辛弘一5人，还有一名气质沉稳、叶秋白从未见过的青年。辛弘一低声介绍，此人名为荒原，是院长的亲传弟子，一直隐士修行，今日方才出世。文院长老神情凝重地宣布了规则：交流会分为武道与文道，武道由荒原带队，叶秋白你们4人参与，文道则由钟武1人负责。秦天南看着眼前的几位天骄，语气沉重：我们南域已连续数届排名末尾，但这一次是我南域最有希望的一次。说罢，他与文院长老竟同时对着众人深深一躬：学院的荣耀就拜托各位了。2位地位崇高的强者行此大礼，可见他们对此次交流的看重，也让众人感到了肩上沉甸甸的压力。与此同时，东西北3域的书院也在做着最后的准备，头筹应该还是北域的，我们只需压过南域即可。南域底蕴薄弱，万年垫底，不足为虑。武道有剑尘师兄，文道有木瑶师姐，此次我北域必将再次夺魁。就在4域风起云涌之际，北域一座不知名的小山村里，一名书生模样的年轻男子正在给村里的孩子们上完最后一堂课。先生，您明天就要走了吗？先生别走，我们还想听您讲课。男子温和地笑道：天下无不散之宴席，我亦在求学途中，必须离开了。次日天还未亮，男子留下几本书，背着书篓悄然离开了村落。他回头望了一眼炊烟袅袅的村庄，眼中满是不舍，舍不得。一道平淡的声音自身后响起，男子吓了一跳，回头便见一名白衣男子，不知何时已站在那里，飘然若仙。我名陆长生，欲收你为徒。正是你。在叶秋白离开后，你寻思着再收个徒弟，说不定系统奖励更丰厚，便神游4域。当路过此地时，系统的提示音终于响起，触发任务：收徒河道村，姓名宁晨星，天赋 SSS 级，资质浩然之气，天生文道圣体，巅峰之姿。又一个巅峰之姿。宁晨星指着自己，呆呆地问：仙师要收我为徒，可我不会修道啊。你轻笑一声，那你觉得何为道？一言出，如洪钟大吕，在宁晨星心中敲响。他陷入了长久的沉思，而你只是随手布下一道结界，静静等待。4天后，宁晨星周身竟无师自通地萦绕起淡淡的白色气息，那便是浩然正气。他睁开眼，眼中虽有明悟，却仍存迷惘。仙师道究竟是什么？你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你为何读书？宁晨星一怔，随即目光坚定地答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读书是为教化天下，只惜兵戈。话音落下的瞬间，天际竟降下一道功德金光，沐浴其身。你点了点头，一花一木，一粒尘埃，万物皆可为道。以为天下太平而读书，这便是你的道。你声音一沉，如大道轮音般在他耳边响起：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轰隆！宁晨星如遭雷击，脑海中那道最后的屏障轰然破碎。他盘膝而坐，周身浩然正气冲天而起，道心于此刻铸成，以文入道。许久，他睁开双眼，对着你双膝跪地，恭敬叩首：弟子宁晨星拜见师尊。你满意地点了点头，将系统奖励的太初文典赐予他，并告知了2位师兄师姐的存在。宁晨星却并未随你回去，而是选择继续在红尘中历练，以万丈红尘巩固己道。你允了他，留下一枚蕴含剑阵和传音功能的玉佩，便飘然离去。回到草堂，你又开始发愁：哎，人没带回来，这下又没人做饭了。柳树与小鸟。此刻，北域落日域主势力气息萎靡的将军跪在少主黄天明面前：殿下，任务失败，叶秋白已随南域藏道书院前来北域。黄天明逗弄着笼中的金丝雀，眼皮都未抬一下。知道了，消息传给隐卫，再通知北域书院一声，让他们好好准备。是。将军退下后，黄天明才看向空无一人的身后，声音冰冷：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南域一行人抵达北域藏道书院，立刻感受到了巨大的不同。此地建筑更为宏伟，弟子众多，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物竞天择的压迫感。一路上，北域弟子的不屑之语清晰地传入他们耳中，那就是南域蛮荒之地来的人，看着也不怎么样嘛，就他们，恐怕连剑师兄一根手指头都挡不住。霍庆明等人勃然大怒，却被荒原和叶秋白拦下，没必要争一时口舌之快。叶秋白淡淡道：明天用实力让他们闭嘴就是了。众人刚在住处安顿下来，院门便被推开，一行北域弟子径直走了进来。为首的青年皮笑肉不笑地说道：师弟孟浪，还请见谅，我等前来是为邀请各位参加今晚的宴席，也好让4域天骄提前互相认识一番。这哪是邀请，分明是鸿门宴。荒原看向众人，叶秋白率先点了点头，其他人也并无异议。好，荒原沉声道：晚上我们准时赴宴。那青年眼中闪过一丝玩味的笑意，满意的离去。